我是新竹战斗队中士副车长陈雅轩。你们会做一个什么样的协同沟通，来确保你们的火力打击是精准？他比较紧张，我们让他想一下。溜了。最近台湾那边又开始搞事情了。你说这都2025年了啊，他们还在那儿吭哧的造登陆舰，琢磨着反登陆呢。我说这是不是有点太穿越了？今天咱们就来唠唠台湾的那些宝贝疙瘩，看看他们俩到底是在保家卫国，还是在花钱买心跳。话说这个台湾海军一直都有个大建梦，好证明自己也不是吃素的。这不，前几年好不容易攒了艘玉山级登陆舰，1万多吨，号称能运7辆坦克，还能起降直升机。哎呦喂，听着挺唬人的，对不对？你说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指望靠几艘登陆舰反登陆？这就像啥呢？就像你拿着这个玩具水枪对着坦克喊 biu biu biu， 人家坦克会理你吗？更搞笑的是他们还打算再造一艘。我说这个钱是真多你与其造这些海上靶子，你不如多买点茶叶蛋，改善一下伙食没准还能多长个呢。或者多给老百姓多发点消费券，刺激一下经济，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好处当然了，咱们也不能光笑话人家，毕竟人家也是想雄起一把。但是这个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咱们再来看看解放军那边光是071型的船坞登陆舰就有8艘，一艘就有2万多吨，能装多少坦克还有更厉害的075型两栖攻击舰那可是能起降直升机的海上巨无霸这要是真打起来，那场面简直就是海陆空立体轰炸。你说这个差距有多大？这么说吧这个台湾海军的登陆舰加起来可能都没有解放军一艘071型大，就像是幼儿园小朋友跟这个拳击冠军比力气，你说那不就是找虐吗？所以说台湾海军的小船梦在解放军的钢铁洪流面前那就是个笑话呀。当然了，台湾也知道自己硬碰硬肯定不行，所以就琢磨着搞个不对称战术。那啥叫不对称战术呢？说白了就是以弱胜强，用一些出其不意的手段来应对。这不，他们就买了美国的海马斯火箭炮，号称能精准打击厦门机场。哎呦喂，你看这口气可够大的可问题是现代战争是体系作战，不是单打独斗你以为你躲在这山沟沟里发射几枚火箭弹就能改变战局太天真了解放军的远程火箭炮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数量更多，而且还有各种侦察卫星、无人机盯着你你的一举一动都在人家的眼皮子底下。台军在接收美制哈马斯火箭炮之后，为了彰显所谓的攻势吓阻能力，首次下令向海峡方向的划定区域展开实弹射击训练。此次训练的试射范围远超以往雷霆3000火箭弹的实弹射击任务区，台当局更是沾沾自喜，把哈马斯火箭炮吹捧为战略吓阻利器，似乎觉得凭借这款武器就能在台海挺直腰杆。然而现实却给了台军一记沉重的耳光。根据中天新闻报道，他们从大陆社交网络上清晰，哈马斯火箭炮刚驶离驻扎的九鹏基地就被精准锁定。令人惊叹的是，大陆的军事博主通过仔细对比台岛内监控摄像头画面、街区路边招牌以及建筑物外貌等细节，迅速确定了运载哈马斯拖车的完整行进轨迹，坐标精确到屏东县恒春镇恒公路1026巷。这一消息让台军内部大为震惊。知情人士向台媒透露，海马斯火箭炮机动线路的曝光，对于其所属的10军团5、18炮队指挥部乃至整个作战群而言，无疑是一场灾难，等于是未战先败。更让人家觉得好笑的是弯弯的海马斯竟然停在民用停车上。我说你这个保密工作也太差劲了吧，这不等于就是告诉人家快来炸我呀。所以这个海马斯战术就是个小聪明，看似有点用，其实是漏洞百出。除了这个火箭炮台湾还想着靠无人机来饱和打击。你
你说说这想法挺前卫的啊。可问题是啊，这个解放军他早就准备好了反无人机神器，啥神器呢？激光防空车，这玩意儿能在几秒之内把无人机烧成灰，而且成本还特别低，一次才几十块钱。其实说了这么多，估计台湾某些人还认为我在吹牛。那么现在就来看一段2022年金灿荣和高志凯教授关于台湾的一次谈话吧。台湾海峡两岸的局势啊，你觉得中美会不会因为中国要统一台湾而发生冲突呢？武装冲突？我只能这么说啊，截止到今天我们讲话的时候，中国大陆还是比较冷静的。对，这个因为冷静后面实际上是一种自信嘛，就时间对我有利，我并不怕拖。对，因为中国国力发展我太快了，对吧？所以截止到今天，应该讲北京的立场其实没有变，还是叫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对，没有变啊。对，它变化呢是外面，因为大家都知道台湾问题它是个两国三方游戏，两国是中美嘛，对，三方是我们中国人没出息搞成了那个两方，内战的台结果湾啊，内战的结果。它两国三方游戏，两国三方游戏现在问题在这儿，美国方面呢把中国当主要竞争对手了，对，那既然把你当主要竞争对手，他抄了家伙就上啊，对，什么手段都会用啊。因为台湾对他来讲是很方便的一个手段，对，所以他现在用的力度是越来越大，对，越来越大呢。但是他也知道底线，说是哎，不能真把中国大陆搞路了，搞路中国大陆雷霆之力发哟，对，这个游戏结束了，是吧？牌没了，不合适啊。所以我看昨天那个凯维尔不是讲嘛，对，说还是模糊啊，不能太清晰，把自己绑架了。对，也就是对，金老师，你刚才讲时间对我们大陆这边更有利，但是台湾最近也开始批量性的生产潜艇，另外也一再叫嚣它要批量性的生产中远程的运载工具，这样拖下去的话也不是一个事儿啊。不，他当然有一派观点认为要早一点结束，因为它有几个东西，一个呢就是这个心态，就特别年轻人，对，知道吧？就拖得越久，年轻人就是越反大陆，台独性越强嘛。主要是这个集体心理越来越不利。那么至于说你讲的那个技术手段，那都是很搞笑的，那完全是可笑的一个事情。那个台湾那个导弹是美国人给他一点技术，但是我告诉你啊，就是中国大陆的整个导弹技术世界第一。就不要说台湾人来弄，就美国人弄也没用，知道吧？所以它是个搞笑的一个东西。那经常有人说，如果我们武装解放台湾，需要多长时间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台湾岛内有人说要1个礼拜，有些人说24小时就能够解决。我的理解呢，反正是我们做好准备了。对，那么解决的快慢取决于我们这边，就是愿意承担多大的代价。对，代价如果就是特别急，就是几个小时解决。对，这个因为台湾所有的就有价值目标，可能就是几分钟就没有了。对吧？因为我们这边远程打击能力太强大了。那个强大的大家无法想象，这个，所以大概就是它有效的抵抗力就是几分钟就没有了，对，然后呢，那个它也没法跑，像台独分子想跑是不可能的，这个，所以你要是力度特别大就很快啊，你要是手下留情，它就会慢一点，但是在解决没问题。对，我特别希望台湾统一了以后，我能有机会陪金老师一起去宝岛。再参观一下，对，我去过好多次。对，台湾有它的价值啊，它地理比较独特，然后物产也还可以。那个台湾老百姓基本素质也还行的。对，那个，所以我们当然希望和平解决了。对，问题在于就是说美国在冲撞你的红线，对，台独当局在冲撞你的红线，对，大陆老百姓的那个火气在上涨。那这一年是不是那个武统声音很高？对，所以就还真不是就是我们大陆的主观愿望，对要就是武装要冲突，而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客观态势，明白，是吧？导致冲突。我听台湾方面有消息说，其实美军已经在台湾了，有些时候他是穿着非军装啊、平民的服装等等，但是还是有建制性的，已经在台湾部署了。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因为美军呢在台湾放了个雷达，这个叫曲棍球雷达，可以看4000多公里啊。对，那个是侦察我们中国大陆的，这个雷达非常高级，这个所以美国人呢肯定是自己来操纵。对，那么这个情报呢大部分就是归美国，不是100%归美国，他会分享一点点给台湾。
对，这个是有的，但应该就是人很少，而且他是就假装平民化，对，所以法理上他是绕过一个坎子的，对，另外就是不是美国不是有个在台协会嘛？对，他的那个警卫啊，实际上是那个陆战队嘛，是，但是他也是就正常情况不穿那个服装是吧？对，所以他也是就是在法理上他找个借口说我没有明显违法啊，他用这个东西遮羞布，那么这个东西呢，它是这样，就是说从事实上讲，它当然是违背对我们的3个公报的承诺的啊，然后，但是他因为他表面上他是做了一些手脚嘛，这个你要抓他硬把柄还抓不着，对，软把柄抓得着。对，另外就是他现在实质影响很小啊，那几个陆战队员在 AIT 待着没什么意义啊，那几个技术人员，这个对我们搞侦查的，这个呢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不在台湾，他其实花点钱在海上搞一个也一样的，就是成本高一点，是吧？就他侦查你，他是一直要侦查的。对。那么这个呢，对我们可能意义也不是特别大，因为什么？美国有很多其他侦查手段，对，太空其他的那个电子战监听他有很多手段啊。这个就实质影响不大，所以目前就这个状态就这么存在一段时间。对，当然和平统一台湾是最好的方法但是好像可能性越来越小。所以武统看来越来越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在武统的前提下发生第2次西安事变，涌现出像张学良、杨虎城将军这样的真正的爱国意识，来帮助海峡两岸的问题的和平的解决的？我现在只能这么说啊，主观上大陆这边仍然抱有良好的愿望，和平统一就是刚才你用的词，和平统一啊。对，两岸都中国人嘛。不管他认不认，血缘上是中国人嘛，对不对？就像青春期孩子说我不认，不叫你爹了，但他血缘上还是你孩子，对吧？对，所以这是个基本事实。但现在客观态势确实是往冲突方面走。对。那么最终是什么结果，谁都没法预测。我觉得上帝都不敢预测，对不对？确实。所以现在很多方案，什么天津模式的，什么绥宁模式，什么北京模式，就是现在好多探讨啊。你讲的西安模式也是一种，这个，但是我直觉西安模式很小，因为现在岛内啊，整个台湾社会是泛绿的，它不是原来就2个蓝绿基本盘是一样的，对不对？现在不是啦，现在基本盘是绿大于蓝了。就2/3是绿，1/3是蓝，应该这么。有没有可能绿党里边冒出一个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你觉得不可能啊？对。第一就是说他价值观上没有，第二就是说台湾人还真没这个本事。台湾我去过不少次，就是他还是这种小皮小眼的，知道吧？就挺可笑的，那个赚个小钱呐，这种战略视野、大历史观他是没有的。个别的人有，但也是给边缘化的够呛那个。对，这个统一台湾是一个大势所趋啊，我觉得这个你估计有时间表吗？现在好像你去问呢，很多口子说没时间表，是吧？就是我们只能说有时间，在我们这边，因为我们发展的比它快啊，对，规模绝对比它大。然后那个规模是不用说了，对这个88年，蒋经国先生啊决定两岸这个交流、开放交流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 GDP 是我们45%，今天4%。还不到1两，确实，这个所以就差得很远了，这个，所以物理上这个形势变化对我们很有利的啊，当然心理变化对他们有利了，指岛内的心理变化，所以呢，反正你问一些部委，他们说是没有时间表的，但是很自信是吧？态势对我们有利，所以我们不着急，没有时间表，但是呢，很多关心的台湾朋友啊，应该在3月份也注意到一个现象，3月份呢。是不是咱们国家公布了这个2035国家交通发展规划？对，有一张图，对，是不是台湾的？对，然后大家赫然注意到有一个叫京台铁路，对，是吧？北京到台北铁路啊，这个时候网民就脑洞大开，就开始想了，是，因为这条铁路一定是修海底隧道，因为桥太远了嘛，桥修不过去嘛，一定走海底隧道。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海底隧道工程。确实，对。虽然中国是基建狂魔，是吧？我们基建能力世界第一，但是难度也是很大。所以很多网民就请教专家，专家说，就这一条铁路啊，不，这一条海底隧道，这个至少是需要10年。至少需要10年。于是网民就开始反推，2025年到2035要建成，工期至少10年，所以必须2025年开解决嘛。对，所以呢，那个只有4年时间了。这就是网民的推断啊。但这个他不是个官方态度。对，我了解官方态度好像是没有时间表，对，也不着急啊。对，但是呢，好像，但是有一些动作规划好像还是有时间表的。确实，按照这个就是国家交通发展规划呢，它应该就是2025年之间解决。我觉得海峡两岸同属中国人这一个事实，谁也否认不了。即便有人不承认他是中国人，等到台湾统一的时候，拿他们问罪，还是要把他们定为汉奸，这也逃不了这个悲惨的这个结果啊。所以我觉得海峡两岸是中国人这个大事，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对。就是去年我记得这个网上有一个讨论，就是说要确立叫台独分子的那个名单，对，就曾经讨论过，对，台湾方面有些人有点紧张的，对，这个，那这个是不是我好像不是官方政策，是吧？基本上还是网民当中一部分人的意见，对，上策还是和平统一，但是不能放弃武统的准备，对，确实这样，非常感谢。咋样？2022年都那么自信了，那现在都2025年了，那台湾问题就更简单了。至于这个时间嘛，大陆自有安排，毕竟大陆到台湾的交通都规划好了，是吧？说回正题这几年台湾也是花了大把的银子从美国买了一堆武器，但是呢，这些武器真的能保护湾湾吗？很多武器都是美国淘汰的二手货这技术落后，价格昂贵，而且这个交货周期还特别长，那等你拿到手可能都已经过时了。这更重要的是湾湾买的越多，咱们就越有理由加强战备，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而且这些军购还会挤占台湾的民生预算，让老百姓的生活更加困难，这不就是本末倒置吗？所以说这个台湾的军购与其说是保家卫国，那不如说是花钱买安心，最终只会让自己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总而言之台湾的那些武器嘛，在咱们的实力面前，那真的是个笑话希望台湾当局能够认清形势回到和平发展的道路上来。毕竟两岸一家亲，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你与其把钱花在买武器上，不如多花的心思改进民生，促进交流，这才是对老百姓负责任的做法。好了，视频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